七姑啊，明天中午御膳阁，我订了最大的包间。对对对，就是那个吃一顿饭顶你半年工资的御膳阁，带上你全家。我儿子出息了，这顿我请。婆婆曹秀莲女士那堪比扩音器的声音，即便隔着2道门，依旧清晰地钻进正在书房校对合同的陶雨嫣耳朵里。陶雨嫣眉头微不可察的一蹙，御膳阁就凭婆婆手里那张自己给的，每月额度仅够日常买菜和偶尔小区楼下小饭馆聚餐的亲情卡。她放下手中的钢笔，揉了揉太阳穴。这场鸿门宴的后续，她几乎已经能预见。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曹秀莲还在客厅眉飞色舞地打着电话，从大伯、三婶到八竿子才能打着的远房表侄，一个不落地通知，生怕整个家族不知道他儿子秦风飞黄腾达，他这个当妈的也跟着母凭子贵了。雨嫣啊，曹秀莲打完一轮电话，中气十足地喊：明天中午早点把秦风的黑色那套西装熨好，别给你爸妈丢人。陶雨嫣走出书房，神色平静：妈，御膳阁人均消费不低，您确定要在那里请客？曹秀莲眼睛一瞪，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怎么，我请亲戚们吃顿好的，你心疼钱了？你放心，不用你掏一分，我儿子给我的钱够够的。他拍了拍自己那绣着牡丹花的丝绒手包，仿佛里面装着100万现金。陶雨嫣心中冷笑，秦风每月的工资奖金都由他统一规划，婆婆手里那张卡她再清楚不过。我不是那个意思。陶雨嫣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只是觉得没必要那么铺张。大家聚一起，主要是图个乐呵，家常菜也挺好。头发长见识短，曹秀莲不屑地撇嘴：你懂什么？这叫面子。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守着那点死工资过日子？我曹秀莲的儿子请客吃饭就得有排面。他上下打量了陶雨嫣一眼，眼神里带着惯常的挑剔。明天你也打扮得精神点，别穿得像个黄脸婆，让人看笑话。陶雨嫣没再争辩，只是淡淡应了一声：知道了。转身回书房的刹那，她眼神冷了下来。这么多年，类似的戏码上演过无数次。婆婆曹秀莲，一个退休金微薄的普通老太太，却总爱在亲戚朋友面前扮演豪门阔太的角色，而她和丈夫秦风则成了她炫耀资本的背景板和冤大头。这一次她累了，也决定不再惯着了。所谓亲情卡，其实是陶雨嫣3年前忍无可忍的产物。那时秦风的事业刚有起色，应酬渐多，曹秀莲女士便开始以各种名目3天2头的找秦风要钱。今天是老姐妹聚会，缺了置装费；明天是哪个亲戚生病住院要去一丝一丝；后天又是看中了哪个保值的金手镯。秦风脸皮薄，又念着孝顺，往往有求必应，但家里的财务毕竟是陶雨嫣在打理。曹秀莲这种无度索取，很快就让家庭预算捉襟见肘，夫妻俩也因此生过几次闷气。陶雨嫣不是不讲情理的人，公婆年纪大了，适当补贴是应该的，但曹秀莲的补贴早已超出了正常范围，更像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虚荣心填补。为了规范开支，也为了避免丈夫为难，陶雨嫣和秦风商量后，给曹秀莲办了这张银行卡，每月固定存入一笔钱，明确告知这是用于她的日常开销和正常人情往来。美其名曰亲情卡，实则是给婆婆的开销套上一个龙头。起初
曹秀莲还有些不满，觉得不自由，但陶雨嫣态度坚决，秦风也罕见地站在了妻子这边。曹秀莲闹了几次无果，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只是他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玩法，那就是在额度内尽可能的精致消费，并在亲戚面前营造出儿子儿媳很孝顺、钱随便花的假象。陶雨嫣记得有一次，曹秀莲用这张卡买了一件打折后还要2000多的名牌羊绒大衣，只为了参加一个社区老年模特队的表演。结果回来后，因为标签没剪，被邻居老太太发现是过季清仓货，引为笑谈。曹秀莲气得在家摔了半天东西，最后还是陶雨嫣默默把那件几乎没穿过的大衣捐了出去。还有一次家族聚会，一个小辈无意中夸了陶雨嫣手上的镯子好看，曹秀莲立刻大包大揽地说：“喜欢，让你嫂子改名也送你一个。”他多的是，弄得陶雨嫣尴尬不已，只能打哈哈过去。事后那小辈还真来旁敲侧击，让陶雨嫣哭笑不得。这些年，陶雨嫣咽下了太多类似的委屈，她不是没想过彻底撕破脸，但看着丈夫为难的神色，想着家和万事兴，大多时候都选择了隐忍和退让。但隐忍不代表没有底线。今天婆婆要请14名亲戚去御膳阁吃6万大餐的豪言壮语，无疑是踩爆了陶雨嫣最后的底线。她看了一眼手机银行那张亲情卡的可用余额，清晰地显示着3450元08角。曹秀莲女士，希望你明天的高光时刻不会变成公开处刑。陶雨嫣的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弧度。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曹秀莲的房间就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陶雨嫣照常起床做早餐，曹秀莲穿着一身簇新的大红色刺绣旗袍走了出来，脸上还敷着一张不知从哪淘来的贵妇面膜，指挥着刚进门的秦风：“那个墨绿色的丝绒首饰盒，给我拿出来，就放床头柜第2个抽屉。”秦风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卧室。陶雨嫣将煎好的鸡蛋和牛奶放到餐桌上，平静地开口：“妈，关于今天中午的聚餐，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御膳阁的消费确实很高，我们普通家庭没必要。”停！曹秀莲猛地揭下面膜，露出一张因兴奋而微微涨红的脸。陶雨嫣，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一句扫兴的话，就别怪我不给你脸。花的是我儿子的钱，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妈，我只是想提醒您。陶雨嫣不为所动，语气依旧平静：“您手里的那张卡余额可能不太够支付御膳阁那样规格的宴席，我不想您到时候在亲戚面前难堪。”难堪？我曹秀莲这辈子就不知道什么叫难堪。婆婆嗤笑一声，眼角的皱纹都带着轻蔑：“卡里钱不够，我不会给我儿子打电话吗？他敢不给我结？我养他这么大，吃他一顿饭怎么了？倒是你，别一天到晚哭穷，显得我们家多小家子气似的。”秦风拿着首饰盒出来，正好听到这几句，脸上露出一丝尴尬和为难。他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妻子，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陶雨嫣看在眼里，心中微叹，指望秦风，他就是典型的孝子，在曹秀莲面前，原则和底线常常都得靠边站。他深吸一口气，清晰地说道：“妈，这张卡这个月的额度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具体还剩多少，您心里应该有数。御膳阁一桌最普通的席面也要近万，还不算酒水。您请了14位亲戚，至少要开2桌吧？我只是善意提醒，
免得到时候无法收场。哼，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曹秀莲从首饰盒里挑出一对硕大的珍珠耳环戴上，镜子里的自己让她非常满意。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别给我丢人就行。再说了，实在不行，不是还有你吗？你当儿媳妇的，婆婆请客，你不得表示表示。陶雨嫣直视着他，一字一句道：妈，我的钱是用来经营我们这个小家庭以及规划未来的，不是用来支撑不必要的虚荣和铺张的。曹秀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刚想发作，电话响了，是催他出发的亲戚。他狠狠瞪了陶雨嫣一眼：我懒得跟你废话，秦风，我们走。说完，他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金碧辉煌的御膳阁大门口，车水马龙。曹秀莲挽着秦风的胳膊，在一众亲戚的簇拥下，意气风发地走了进去。哎呀，兰姐，你可真有福气啊！儿子这么出息，还这么孝顺。一个远房表嫂夸张地赞叹着，眼睛却在偷偷打量着曹秀莲那一身明显价格不菲的行头。那是自然，我家秦风从小就懂事。曹秀莲笑得合不拢嘴，声音也拔高了几度，确保周围的人都能听见。14位亲戚，有真心羡慕的，有凑热闹的，也有几个眼神闪烁，显然是抱着吃大户心态来的。陶雨嫣和秦风落在人群后方，秦风几次想开口跟陶雨嫣说什么，都被陶雨嫣用眼神制止了。她今天倒要看看婆婆这出戏打算怎么收场。进了预定的豪华包间牡丹厅，巨大的水晶吊灯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名贵的红木圆桌足可以容纳20人。服务员穿着统一的旗袍，个个训练有素，笑容可掬。曹秀莲更是如鱼得水，大手一挥，菜单拿来，把你们这里最贵、最有特色的菜都给我上来，别怕花钱，今儿我高兴。他接过烫金的菜单，几乎不怎么看价格，手指在那些华丽的菜名上随意点着：澳洲大龙虾来2只，清蒸东星斑要最大的，佛跳墙每人1位，还有那个什么极品雪花牛也上1份。有几个亲戚暗暗啧舌，小声议论着这一顿怕不是要上天价。曹秀莲听力倒是好，立刻捕捉到了，得意洋洋地说：大家放开肚皮吃，千万别客气。我儿子说了，只要我高兴，花多少钱都不是问题，是不是啊？秦风只能干笑着点头，妈高兴就好，高兴就好。陶雨嫣坐在角落，安静地喝着茶，偶尔有亲戚向她搭话，她也只是礼貌地微笑回应，不多言语。她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曹秀莲在虚荣的舞台上尽情表演。席间，曹秀莲更是谈笑风生，一会儿说秦风公司最近又接了个1000万级别的大项目，一会儿又说自己准备去欧洲7国游，引得一桌人惊叹连连。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指点几个小辈，说要给他们介绍大公司的清闲工作，仿佛自己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一时间，包间内觥筹交错，马屁与吹捧齐飞。曹秀莲女士迎来了她人生中的又一个高光时刻。酒过3巡，菜过5味，一桌子山珍海味被风卷残云般消灭了大半。亲戚们个个吃得满面红光，肚皮滚圆，对曹秀莲的恭维也愈发真心实意起来。曹秀莲更是喝得有些微醺，脸颊泛着红晕，眼神里充满了志得意满的光彩。她感觉自己这辈子的面子都在今天找不回来了。服务员，曹秀莲打了个9嗝，姿态拿捏得十足，仿佛是宫廷剧里的太后在召唤奴仆。结账。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他那宝贝丝绒手包里慢条斯理地摸出陶雨嫣给他的那张亲情卡，夹在两指间，对着离他最近的七姑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小意思，小意思。七姑立刻心领神会地笑道：“还是兰姐有派头，这顿饭怕是得不少钱吧？”“不多，不多。”毛毛雨了。曹秀莲故作轻松地摆摆手，一位穿着得体、胸前挂着大堂经理名牌的年轻男子快步走了过来，双手捧着一个精致的皮质账单夹，恭敬地递到曹秀莲面前：“曹女士您好，感谢惠顾，这是本次消费的账单，请您过目，总共是62888元。”他报出的数字清晰而标准，包间内瞬间安静了几分。即便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陶雨嫣，听到这个具体数字，眉毛还是不由自主地挑了一下。婆婆这还真是不遗余力地做啊！曹秀莲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她甚至没有打开账单夹细看，只是将那张亲情卡递了过去，语气带着一丝刻意的轻描淡写：“刷卡。”大堂范经理双手接过卡，微微躬身：“好的，请您稍等。”便转身离去。包间内的气氛有些微妙，14双眼睛有意无意的都聚焦在曹秀莲身上。曹秀莲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试图掩饰心中那不易察觉的慌乱。她其实也不确定卡里到底还有多少钱，但想着有儿子秦风兜底，应该没问题吧。几分钟后，范经理回来了，脸上的职业性微笑显得有些勉强。他走到曹秀莲身边，声音压低了一些，但在这过分安静的包间里依旧清晰可闻：“抱歉，曹女士，这张卡似乎有点问题。”曹秀莲的后背瞬间有些发凉，但面上依旧强撑着：“问题？什么问题？是不是你们机器坏了？再刷一次。我这可是银行的贵宾卡。”他故意提高了音量，范经理的表情更显为难。他微微欠身，声音里带着歉意：“我们已经尝试过了，女士，您这张卡的可用余额，是4块6毛8。”轰的一声，曹秀莲觉得自己的脑子像是炸开了一个响雷。4块6毛8，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刚才还因酒精而红润的脸颊，此刻苍白得像一张纸，握着茶杯的手也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滚烫的茶水溅出来几滴，落在她簇新的旗袍上，她却毫无知觉。包间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亲戚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定在他身上。那些目光里有错愕，有惊疑，有幸灾乐祸，也有掩饰不住的鄙夷。曹秀莲只觉得天旋地转，耳边嗡嗡作响，那些眼神像无数根针，狠狠地扎在他的心上。4块6毛8。这5个字如同五雷轰顶，将曹秀莲女士精心构建的豪门阔太幻境炸得粉碎。她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褪尽，只剩下死灰般的苍白，先前因酒精而泛起的红晕，此刻看来倒像是被人狠狠抽了几巴掌后留下的狼狈印记。包间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连中央空调的送风声都显得异常清晰。14位亲戚，加上曹秀莲和秦风，还有陶雨嫣，以及那位大堂范经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曹秀莲身上。那些目光复杂各异，有震惊，有错愕，有难以置信，更有一些先前被曹秀莲的豪气压下去的不满和幸灾乐祸。此刻正悄然浮出水面，最先反应过来的是之前马屁拍得最响的七姑，她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骨碟上，
发出刺耳的声响。他看着曹秀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尴尬地挪开了视线，低头研究起面前的锦缎桌布，仿佛上面绣着什么稀世珍宝。那位一直夸曹秀莲有福气的表嫂，此刻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嘴角微微抽搐，眼神躲闪，不敢再与曹秀莲对视。她悄悄碰了碰丈夫的胳膊，两人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不可能！曹秀莲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那声音干涩、尖利，带着一丝歇斯底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卡里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钱？秦风，你快过来！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猛地转向儿子秦风。秦风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看看母亲，又看看面无表情的陶雨嫣，再看看一众亲戚和那位彬彬有礼却寸步不让的范经理，只觉得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疼，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妈，您是不是记错了？秦风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那张卡平时不都是雨嫣在管吗？他下意识地想把责任推给陶雨嫣。陶雨嫣冷眼旁观，没有接话。曹秀莲却像是被点醒了，猛地扭头怒视陶雨嫣。陶雨嫣，是不是你搞的鬼？你故意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是不是？你说你安的什么心？妈！陶雨嫣终于开口，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这张卡是您专属的亲情卡，里面的每一笔支出，银行都有记录，钱花在了哪里，您自己最清楚。至于余额，我3天前才提醒过您，让您消费时量力而行。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亲戚，清晰地补充道：而且据我所知，秦风这个月给您的家用3天前已经打到了这张卡上，不多，但也有3000块，加上原有的余额。如果您不是执意要来御膳阁这种地方，日常开销是绰绰有余的。3000块，在座的亲戚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3000块对于普通老人的日常开销确实够了，但想在御膳阁请14个人吃6万多的大餐，简直是天方夜谭。曹秀莲语塞，他当然记得那笔钱，但他以为卡里还有更多，至少够他应付今天的场面。他张皇地翻着自己的丝绒手包，像是想从里面再找出几张银行卡或者一沓现金。然而手包很快被他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几张超市的优惠券、一把零钱和那张余额仅有4块6毛8的亲情卡，再无他物。绝望像潮水般将曹秀莲淹没，他引以为傲的面子此刻被撕得粉碎，掉在地上，任人践踏。那些曾经羡慕恭维他的目光，现在都变成了赤裸裸的审视和嘲讽。范经理，曹秀莲带着哭腔，声音颤抖地转向那位大堂经理，能不能再通融一下？我儿子马上就到，他会付钱的，或者我先把身份证压在这里。范经理脸上的职业微笑依旧，但语气却不容商榷。抱歉，曹女士，我们酒店规定，账单必须当场结清。如果您暂时无法支付，我们可以为您报警处理，或者您看看哪位亲戚朋友能先行垫付一下。他的目光友好地扫过在座的各位亲戚。范经理的话音刚落，包间内的气氛更加微妙。被点到的亲戚们，有的低头猛喝茶，有的假装咳嗽，有的则开始小声议论，内容无非是这可怎么办？早知道就不来了。兰姐这次玩脱了。七姑清了清嗓子，小心翼翼地开口：那个兰姐啊，你看这是闹的，
我们就是来吃顿便饭，也没想到会这么贵。我身上也没带那么多现金啊。他一边说着，一边还拍了拍自己那干瘪的钱包。立刻有人附和：是啊是啊，现在谁出门还带那么多现金，都是手机支付。表嫂则拉了拉自己丈夫的衣袖，低声道：要不我们先走，孩子还在家等着呢。对，我家也是，老人身体不好，得早点回去照顾。一时间，各种理由和借口层出不穷，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我们没钱，这锅我们不背。曹秀莲看着这些平日里一口一个兰姐叫的亲热，此刻却唯恐避之不及的亲戚们，心凉了大半截。他求助的目光再次投向秦风，秦风急得满头大汗，掏出手机：我给我朋友打电话借点。妈，您别急。他手指哆嗦着，却不知道该打给谁。6万多块不是小数目，他那些朋友有几个能立刻拿出这么多钱，并且愿意借给他这个福妈心切的？就在这时，曹秀莲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转向一直冷眼旁观的陶雨嫣，声音带着一丝祈求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命令：陶雨嫣，你先垫上，你是秦风的老婆，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丢这么大的人啊！陶雨嫣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轻微的嗒声，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他抬起眼，目光平静而锐利，直视着曹秀莲：妈，第一，正如您刚才所说，我是外人，秦家的事似乎轮不到我指手画脚。第二，我已经提醒过您很多次，是您自己一意孤行，听不进劝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家包括秦风的工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夫妻共同奋斗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不是用来满足您无底线的虚荣心的。您今天的面子是建立在打肿脸充胖子的基础上，这个后果理应由您自己承担。陶雨嫣的话字字清晰，句句诛心。陶雨嫣，你太狠心了！曹秀莲浑身颤抖，指着陶雨嫣，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我可是你婆婆啊！正因为您是我婆婆，是秦风的母亲。陶雨嫣站起身，目光平静地迎向他：我才一次又一次地容忍您的行为，但容忍不代表没有底线。今天这根底线您踩过了，这张所谓的亲情卡，从今天起，他的使命也该结束了。断他亲情卡，不仅仅是断了这张余额4块6的银行卡，更是断了曹秀莲以往那种仗着长辈身份予取予求、挥霍无度的念想。范经理适时地开口：曹女士、秦先生，各位，时间不早了，如果账单无法结清，我们只能按照流程请警方介入协助解决了。报警！曹秀莲一听这2个字，腿肚子都软了。这要是惊动了警方，他这辈子都别想在亲戚朋友圈里抬头了，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别报警！曹秀莲彻底慌了，她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抓住陶雨嫣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哀求道：雨嫣，好媳妇，妈知道错了，妈真的知道错了，你帮妈这一次，就这一次，行不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给你下跪都行。说着，他膝盖一软，做事就要往下跪。秦风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脸上满是羞愤和无奈。妈，您这是干什么？陶雨嫣看着眼前这出闹剧，心中没有丝毫波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在这时，陶雨嫣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她看了一眼屏幕，嘴角不易察觉地微微上扬。她抬起头，
对范经理说：“范经理，麻烦你跟你们老板说一声，就说故人陶雨嫣在此，遇到点小麻烦，看他是否方便通融一二。”范经理微微一愣，有些惊疑地看着陶雨嫣。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异常冷静，难道她真的有什么来头？她不敢怠慢，点了点头：“好的，陶女士，请您稍等。”说完，她快步走出了包间。范经理出去后没多久，包间的门再次被推开，这次进来的是一位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正是御膳阁这家全国连锁高端餐饮集团的区域总经理葛总。葛总一进门，目光便在包间内迅速扫过。当他看到陶雨嫣时，脸上立刻堆起了热情的笑容，快步走了过来。“哎呀，雨嫣，稀客，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他这熟人的态度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尤其是曹秀莲和秦风，更是目瞪口呆。陶雨嫣浅浅一笑：“葛总，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啊。今天确实是叨扰了，遇到点小小的家庭窘境，不小心给贵店添了麻烦。瞧你说的，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葛总大手一挥，豪爽地说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范经理，怎么回事？是不是怠慢了我的贵客？”范经理连忙上前，低声将事情的经过简述了一遍。葛总听完，眉头微皱，看了一眼面如死灰的曹秀莲，又看了看一脸尴尬的秦风，最后目光落在陶雨嫣身上，带着询问。陶雨嫣平静地开口：“葛总，今天这顿饭确实是我婆婆宴请亲友，只是在结账时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按规矩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不能坏了御膳阁的规矩。”他这话一出，曹秀莲的心又沉了下去。他原以为陶雨嫣认识这葛总，事情会有转机，没想到陶雨嫣竟然不打算帮忙。葛总是什么人？人精中的人精。他立刻明白了陶雨嫣的意思，这是要公事公办，但这个公事公办里显然有陶雨嫣的考量。他沉吟片刻，朗声道：“既然是雨嫣你的家人，那我自然要给几分薄面。这样吧，今天的账单62888，看在雨嫣的面子上，给各位打个8折，实付50310元。这个折扣是我作为总经理的最大权限了。”不过他话锋一转，眼神变得犀利起来。餐饮行业最重诚信，既然消费了，就必须买单。如果今天无法结清，那我们确实只能请警方介入，并且这位曹女士将会被列入我们餐饮集团全国所有门店的黑名单，终身不得进入消费。终身黑名单这5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曹秀莲的心上。这意味着她以后休想再踏进任何一家有点档次的餐厅去炫耀了。5万，曹秀莲喃喃自语，即使打了8折，这笔钱对她来说依旧是天文数字。她绝望地看向秦风，秦风咬了咬牙，额头青筋暴起。他知道今天这个坎是躲不过去了。他深吸一口气，对葛总说道：“葛总，谢谢您的通融，这笔钱我来付，只是我身上没带这么多现金，能不能可以用手机支付，也可以刷卡？”葛总说道：“如果您需要时间筹措，我可以给您半个小时，但半小时后如果还不能结清，那就只能按流程办了。”秦风颓然点头，他开始翻看手机通讯录，给平时称兄道弟的朋友们打电话。然而电话打了一圈，听说是借5万块，对方要么说手头紧，要么干脆找借口挂断，世态炎凉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曹秀莲如坐针毡。就在秦风快要绝望的时候，陶雨嫣淡淡的开口了：“秦风，不用打电话了。”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范经理：“刷这张吧，密码6个8。”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秦风和曹秀莲。雨嫣，你……秦风又惊又喜，曹秀莲更是喜出望外，刚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却被陶雨嫣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妈，秦风。陶雨嫣的目光扫过他们2人，也扫过在座的亲戚。今天这笔钱算是我借给你们的，但有几个条件。第一，这50310元，我会从秦风未来1年的工资里逐月扣除，作为偿还。也就是说，未来1年，秦风的工资将由我全权支配，家里的基本开销我会保障，但其他的就别想了。秦风脸色一白，但还是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最好的结果了。第二，陶雨嫣看着曹秀莲，语气不容置疑：从今天起，那张亲情卡正式作废，以后您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会按时给您现金，标准就是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用于您的基本衣食住行。至于其他的人情往来、奢侈消费，一概与我们无关。如果您再因为虚荣和攀比欠下任何债务，我们也不会再为您承担分毫。曹秀莲的脸彻底垮了下来，她知道陶雨嫣这是要彻底断了她的财路和后路。第三，陶雨嫣的目光转向那些亲戚。今天这顿饭名义上是我婆婆请客，但实际上花的却是我们夫妻的血汗钱。各位吃了这顿天价大餐，日后如果再有什么红白喜事，也请掂量一下我们家的情况，我们礼金恐怕要大大缩水了。这话说得在情在理，却也带着几分敲打。那些亲戚们纷纷低下头，脸上火辣辣的。葛总在一旁看着，心中暗暗点头。这个陶雨嫣年纪轻轻，却有勇有谋，手腕不凡。他笑着对范经理说：“账结了就行，雨嫣以后常来坐坐，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一定，多谢葛总。陶雨嫣礼貌回应。一场闹剧终于在陶雨嫣的强势介入下，以一种令曹秀莲颜面尽失、未来生活受到严格约束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一路上车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曹秀莲低着头，一言不发，昔日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秦风几次想开口打破沉默，但看看陶雨嫣那平静无波的侧脸，又把话咽了回去。刚一进门，曹秀莲再也忍不住，积压了一下午的委屈、羞愤和不甘，在此刻彻底爆发。她扑通一声坐在沙发上，开始嚎啕大哭起来。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到头来连在亲戚面前抬头的脸面都没有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啊？不如死了算了。他一边哭一边拍打着自己的胸口。秦风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想劝又不知从何劝起。陶雨嫣却没理会他的哭闹，径直走到客厅的饮水机旁，倒了杯水，慢慢喝着。等曹秀莲的哭声小了一些，陶雨嫣才放下水杯，淡淡的开口：“妈，如果您觉得今天在御膳阁丢了人，那这人是您自己丢的，不是别人给的。如果您觉得委屈，那也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我和秦风因为您的虚荣和攀比，受了多少委屈，填了多少窟窿。今天在御膳阁，葛总之所以给我面子，不是因为我陶雨嫣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我曾经在他创业最艰难的时候，作为他的法律顾问，帮他打赢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官司。
保住了他的公司。这份人情，我本不想轻易动用，但为了不让秦家真的因为6万块钱的餐费闹上警局，成为整个家族的笑柄，我才开了这个口。陶雨嫣这番话不仅解释了他与葛总的关系，也点明了他处理事情的原则和苦心。秦风听了，脸上露出了愧色，他走到陶雨嫣身边，低声道：“雨嫣，对不起，这些年辛苦你了。”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母亲的行为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多大的困扰和负担。曹秀莲的哭声渐渐止住了，她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陶雨嫣。她一直以为陶雨嫣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人脉和能力。所以，妈，陶雨嫣继续说道，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今天在御膳阁我说的话，不是一时气话，而是我们这个家庭未来要执行的新规矩。他看着曹秀莲，您的基本生活我们会保障，但超出基本需求以外的任何开销，请您自己想办法。如果您还想维持所谓的面子，那也请用您自己的能力去争取，而不是通过压榨儿子儿媳来实现。他又转向秦风，未来1年，你的工资由我支配，我相信你没有意见。同时，我也希望你能真正成熟起来，学会对你母亲不合理的要求说不。愚孝只会毁了这个家。秦风重重地点了点头。雨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天晚上，陶雨嫣和秦风进行了一次长谈。秦风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问题，并保证以后会和陶雨嫣一起共同维护他们的小家庭。此后的日子，曹秀莲果然消停了许多，没有了亲情卡的经济支持，她再也无法在亲戚朋友面前充大款。起初，她还有些不甘心，试图通过哭闹、装病等方式让秦风和陶雨嫣妥协，但在陶雨嫣的坚决和秦风的明确态度面前，她的所有伎俩都失去了作用。亲戚们那边，自从御膳阁事件后，对曹秀莲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那些巴结奉承的人渐渐疏远了他，而陶雨嫣在家族中的地位却在无形中提高了不少。大家都知道，秦家现在是这个有能力、有原则的儿媳妇当家。曹秀莲慢慢的也认清了现实，虽然日子过得不如以前风光，但没有了那些虚荣的负担，她的生活反而清静了不少。她开始学着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学着和邻居老太太们一起跳广场舞。虽然偶尔还会抱怨几句，但眉宇间的戾气却少了很多。陶雨嫣知道，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很难，但她通过这次事件，成功地为自己的小家庭建立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也为婆婆曹秀莲的人生上了一堂代价不菲但却至关重要的一课。至于那笔5万多的餐费，陶雨嫣说到做到，真的从秦风的工资里逐月扣除。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了一些，但秦风却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他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俩为过去的糊涂账买单，也是为了未来更清爽、更独立的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